大家好，我是秋平。之前我看了很多清朝的帝陵，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清朝的帝陵基本上是参考仿照明朝的陵墓来修建的。那么说到明朝的陵墓，就一定得来看一看朱元璋的明孝陵。今天刚好我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这样说，明孝陵的建成基本上使得明清两朝帝王陵格局是形成了，因为明清500多年20多位皇帝的陵墓基本上都是参考明孝陵来建造的。朱元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不过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一生。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1328年出生，去世于1398年，总共是活了71岁。当皇帝是1368年到1398年，在位31年，年号洪武，安徽凤阳人，原名是叫做朱重八。他不管是从年龄还是在位时间，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榜上都是比较靠前的。朱元璋呢，大家都知道，他早年当过和尚，25岁呢参加那个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开始反抗元朝。到1368年，他登皇帝位，也就是说，他大概从和尚到皇帝用了14、15年的时间，了不起呀！朱元璋的一生功绩是非常大的。第一点就是他推翻了元朝，后面呢又继续北征，到了洪武10年1377年，他平云南，逐渐的统一了全国。同时呢，他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你像我们去到贵州或者云南，能够看到很多屯堡就是明朝遗留下来的，并且在贵州还有很多人穿着从明朝留下来的那种服装，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在文化上呢，他抓紧教育，建立了国子监，培养人才。反正在朱元璋手上呢，社会经济是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史称洪武之治。到了1398年，洪武31年，朱元璋病逝，享年71岁。去世之后，他的庙号是太祖，葬于明孝陵，传位给他的孙子朱允炆。不过朱允炆当了4年皇帝之后，被朱棣推翻了，那皇位就来到了朱棣这一脉。这个明孝陵有一些建筑呢，是朱棣那个时期增建或者扩建的。这是大金门，明孝陵的第一道正南门，它原来是黄色琉璃瓦的，由于年代久远呢，现在仅存砖石建造的墙壁。我们先来看看明孝陵的导览图。平时我们看到的陵墓呢，宝城宝顶在上面，那个神道一般是这样弯下来的，而它这里呢与众不同，从这一块，然后拐个直角，这样上去，又是一个弯，再上去，这个就比较奇特吧。这个在中国的帝王史上的陵墓啊，它应该也是独一份。大金门这里是有3个门洞，中间高，两边低。中间就是帝后的棺椁，从这里进去，两侧呢是文武大臣以及后面的皇帝其祭祀走的通道。在大金门两侧呢，还有周长45里的红墙，它包围着整个明孝陵，因此呢，这个大金门也称之为大红门。那大红门、大金门是从朱元璋这个时候开始的。过了大红门，前方呢就是一个硕大的建筑。在明朝的时候，这里是绝对的禁地，没有这样的道路。现在呢，是为了上中山景区方便，就有这样的道路出来。来到南京这里，真的是可以发现到处都有梧桐树。南京赏秋是非常不错的。前方这栋建筑呢，是进入孝陵的第2栋建筑，看起来非常庞大吧？这个在明清的很多帝王陵都有啊，它是叫做神功圣德碑楼。这个楼呢也叫做四方城，相当于是一个城市一样的。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大的神道圣德碑楼，也就要神道碑亭吧，应该也是说现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最大的一座。这座碑楼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并不是朱元璋去世之后朱允炆给他修建的，也不是朱元璋去世之前修建的，而是朱棣当上皇帝之后给他修建的。为什么会修建？因为朱棣大家都知道，他是属于起兵造反夺得帝位嘛。那么他对他父亲这个陵墓呢特别重视，大概是朱元璋去世了15年、16年修建的，也就是明朝永乐11年。
现在去里面看一看。这里呢也有丹壁石龙，600多年了。这一块呢就是神功圣德碑，上面是2746个字吧，是朱棣亲自撰写的，命人雕刻在上面。碧溪驼碑、神功圣德碑，这个是南京地区最大的一块古碑，非常庞大呀。这种巨大无比的碑非常少见的，是南京地区的，国内肯定是称不上的。我们在武当山就能够看到与之媲美的这种碑，然后在其他一些帝王陵呢也有这样巨大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明孝陵的神道和石像生。它这一块的这些石像啊，也是非常与众不同，分为2段。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第1段位置，长度大概是615米。这里排放的是狮子、谢字、骆驼、象、麒麟和马。大家发现没有？马啊、狮子、麒麟很常见，而骆驼以及大象呢，在其他陵墓是看不到的，在这里却有了，这是应该算是开创者。还有一点呢。它这里的石像是2对4只，一对站立，一段呢是跪着，这个也是有说法的。第一种是狮子，狮子是非常常见。你像我们看的地主大院、晋商大院、宫殿门口、陵墓前都会有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在这里呢是显示着帝王的威严，它是皇权的象征。这个明孝陵的神道。它分为2部分，有2个名字。第一段呢叫石像录，第2段呢叫翁仲录。这个不知道是现在取的还是以前就有。这里每种石像都是2跪2立，这块呢就是站立的。它2跪2立是有一种说法，跪着代表臣服，站着代表敬重，不知道真假呀，反正是有这样的说法。这里是明孝陵的神道，但也是一个打卡的好的地方。秋天来了，这里是非常漂亮的。我刚才一看到好多人排着队在这里打卡拍照，特别多的女孩子，包括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也都在说那个石像路怎么走怎么走。第2种石像呢是谢字，也是我们常说的独角兽，这个看到的比较少啊，一般是狮子占多数，老虎占多数。谢字也是一种神兽，独角、狮身、青毛，秉性忠直，明辨是非，彰显着正义。这一只谢字挺好玩的，我一开始看到以为这里是有水呢，没想到这个是包浆了，就是摸得比较光滑，这挺好玩的。这摸的真光滑，以前还可能有人坐在上面，这明显看得出来。不光是这里啊，还有一点，你像这上面有各种条纹，感觉就像是那种狮子上的一个纹路一样的，血管一样的，就看手上的条纹一样。这些石像全部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工匠的技艺确实是非常高超。再下一组呢，就是骆驼。我们在大西北看到很多骆驼，陵墓前放骆驼呢是比较少，是不是明孝陵的首创呢？这个倒不是啊。据记载，在东汉的时期，墓前就会放一些骆驼，但是我们在唐、宋是没有看到的。骆驼是表示大明疆域辽阔，皇帝呢威震四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代表呢？因为当时明朝的首都是在南京，而骆驼呢这些是在大西北西域方向，把那边的动物放过来，这就代表了大明的疆域辽阔嘛，统治了河西走廊，到达西域那边。下一组的石像是大象，在陵墓前放大象，这个是朱元璋的首创。大象呢是兽中巨物，非常庞大，这里呢都比人还高。它的4腿粗壮有力，坚如磐石，表示国家江山的稳固。那么放在这里呢，就是朱元璋希望他的大明江山能够稳固，一直传承下去。这个大象太大了，在陵墓前放这么巨大的石像是少之又少，基本上只有唐朝一些极少数的帝陵才能与之媲美。仔细看看下面这个腿跟这个象鼻子都是庞大无比呀，这个腿一个人可能都抱不住。第一段神道上的石像
最后的就是麒麟和马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看到的比较多，比较正常。主要就是刚才那些骆驼和象是很少见的。麒麟呢，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瑞兽，那么在这里呢，象征着仁义之君和吉祥、光明等等。在墓前放马，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因为在古代，马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通工具，特别是这些马呢，随着帝王南征北战。这里就结束了，明显的可以看到前面拐了一个大弯，那么就进入到神道的第2段。前方看到那2根柱子呢，就是十望柱，这也是明孝陵的独特之处。因为我们平时看十望柱的话，都是在神道的开始之处，而这里呢是在神道的中间。尽管我们现在说这个神道呢是分为2段，其实在明朝那个时期，神道还是整的一条。唐宋时期的十望柱顶部呢是莲花式的风格，而这里的十望柱改变了，它顶部呢是圆柱形冠，柱身呢满雕鱼纹龙，这也算是朱元璋的明孝陵开创的。来到明孝陵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它建筑呢基本上都是在花草树木当中，你看这些石像生全部是如此啊。这个我在刚才路途中间碰到一位游客，一位大爷吧，他84年来过这里，他跟我说那个时期明孝陵跟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当时这一块呢花草树木都没有的，当时是光秃秃的，不知道真假呀。不过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照片，能够看到大概100年前那个明孝陵确实是神道这一块没什么东西，这个都是我们后期进行修缮栽种的。那这个就是将军了，典型的明朝特色。这里文臣和武将都是各2队，高度达到3.18米。这些石人站在这里显得异常庄严肃穆。石像生我看了很多，反正我感觉啊，明孝陵是我见过除了唐18陵那些石像生最炸的一个地方。武将过来之后就是文臣，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陵墓都是文臣武将啊？其实不是，这个有一个变化。在唐朝，你像武则天的，包括他儿子、孙子的陵墓，是有很多那个诗人，就是翁仲。不过当时他全部呢是武将，没有文臣。到了唐建宁开始才有文臣，这可能跟唐朝初年的格局有关吧。当时唐朝初年诞生了一大批的那个将军，非常有名的啊。李世民时期的、武则天时期的，包括唐玄宗时期都很多。那可能当时呢，就考虑到，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打天下嘛，从而陵墓前就没有放文臣。不知道是不这个，是从唐建宁李亨开始，他的陵墓才有10个文臣、10个武将。神道的尽头就是灵星门，也称之为龙凤门。可以看到这个灵星门都比较新，这主要是修复的。下面这个底座是原版的，上面这些柱子、琉璃瓦、墙壁都是后面修复的。因为在清朝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啊，南京很多建筑都被破坏了。灵星门过来，神道又拐了一个弯。那这个弯的，其实在其他地陵才算是正常的一个弯道。不过呢，明孝陵它这个神道拐弯其实有很多的。第一处就是2段那个神道变成一个直角90度，而这里拐一个弯。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拐了这么一点，然后是直接到达地宫宝成宝顶的，而它这里不是啊，拐个弯，然后又变成一个直角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解释一下。通过这个明孝陵的导览图，我们能够发现它陵墓的整体建筑布局是呈北斗七星的模样，从而才会说它这里有这么多的弯道。有这样的布局，朱元璋身边肯定是有高人。说到高人，大家第一印象是刘伯温。不过呢，这个陵墓当时应该不是刘伯温主持弄的，在朱元璋时期还有2个比较有名的所谓的风水学大师，
可能是他们一起综合选择的地方以及怎么建设。从这一块呢，就像是进入到林区的核心了，因为神道已经走完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座桥梁，这个在陵墓上是很常见的。看看这上面的雕刻，非常精美啊！我看到有龙，旁边呢还有凤，这就代表是帝后合葬嘛。因为这座陵墓埋葬的就是朱元璋和他的皇后。为什么叫做明孝陵呢？也是因为那个马皇后。马皇后呢是朱元璋的结发妻子。经常有这样一句说法是吧？朱元璋只有一位妻子，一个儿子，其他的都是为了帝国的需要。儿子呢就是朱标嘛。朱标的陵墓呢，其实就在这个明孝陵的旁边一点点，叫做明东陵。明孝陵的建造时间是从洪武14年，公元1381年开始建造，到了公元1382年，马皇后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朱元璋朱标啊特别伤心，但是去世了没办法嘛。去世之后就安葬在这个明孝陵的地宫里面。为什么会叫明孝陵？就是因为马皇后的谥号叫做孝慈，那这个陵墓呢就称之为明孝陵。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明孝陵核心地区的示意图。我们现在是站在红墙外面，这里看起来是分为3进院落一样的。最下面这个小一点呢是辅助祭祀的地方，中间大一点的就是享殿祭祀区。我们在其他明清帝王陵是知道这个地方叫灵恩殿、隆恩殿。最后面一个院落呢，就是最核心的地方，宝城宝鼎以及地宫呢就在后面。这座陵墓是当时朱标主持修建的，包括朱元璋的祖陵安徽那一边的陵墓也是朱标主持修建的。明朝初年很多事情可以说是朱标干的。我们经常说的明朝初年的几个大案子，伏庸威、空印案等等，很多人说是朱元璋杀人如麻，其实那几个案子啊，基本都是朱标主持办理的。只是说朱标跟朱元璋两父子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一样。在历史上把朱标说成是很仁义、温文尔雅，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朱标另外一面也跟他父亲差不多，很果断，杀伐果断。不过非常可惜的就是朱标呢也是英年早逝，在洪武25年，就是在公元1392年的时候去世了。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但其实呢他也算是比较悲惨的。我们经常说的少年丧父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加上丧孙，这个是人生几大悲事。而朱元璋呢全部占了。马皇后是他的结发妻子，相濡以沫，去世的很早。他的嫡长孙也去世的很早。朱标呢是朱元璋培养了几十年的人，也去世了。你想一想，如果是一般人早就崩溃了，而朱元璋呢还要强撑着继续处理这个国家，确实不容易也不简单的一个人物。前方是进入孝陵主体部分的第一道门，文武方门，它总共是有5孔门洞，也是高低不同。中间的最高，两侧的话稍微低一点，最两边的就最低，体现了陵寝建筑中的尊卑关系和不同的使用功能。中间呢是专供皇帝行走，左右两侧呢是供宗亲和皇室成员行走，最两侧的就是文武大臣行走。不过呢，这个我们看到的也是经过重修的，原版的也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损坏了。在明清时期，封建礼法是特别森严，全部都是有规定的。从这里进去呢，就是明孝陵的主体建筑了，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进院落。在示意图上面看到这个位置不是太大，但是实际走进来发现面积也挺大的，只是说可能比后面享殿包括宝城宝鼎那一块范围小一点点。
前面这栋建筑叫做碑殿，不是明朝修建的，它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1699年，康熙第3次南巡，他来拜谒明孝陵，见这里呢很多建筑都有点损坏倒塌了，于是下令呢就将明孝陵修缮一番，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殿。为什么会建殿呢？主要是当时康熙写了几个字，立了一块碑在这里，有碑那就有碑亭，从而就有这栋建筑。治隆唐宋，这就是康熙写的，他主要是赞扬了朱元璋的治国手段超过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由当时的曹营制成巨匾，挂在后面的享殿里面，同时呢建造了这样一块巨碑。我们现在看到这块碑呢，不是康熙时期的，是清朝同治年间重新刻的，原本的最早的可能已经损坏了，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也是断过，重新把它弄成一起的。碑额呢已经不见了。不光是康熙拜谒过明孝陵，乾隆也拜谒过。你像碑旁边的一些字就是乾隆写的。康熙和乾隆来拜谒明孝陵，可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但是实际来讲，康熙也好，乾隆也好，他们也都是比较佩服朱元璋的。过了碑殿，就是明孝陵的主体建筑享殿。单单看这些就能够想象得出来，享殿规模巨大无比。眼前这些呢，还不是享殿的主体建筑，因为享殿呢是木构建筑，而下面这些呢是它的基座，3层的。单单看这些石材，当时就是规模很大。享殿的作用是干嘛的呢？摆放皇帝的牌位、皇后的牌位以及屏风的，就相当于是祭祀的地方。朱元璋去世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来这里祭祀的话，就是到享殿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里面就不会去了。这个是有一定的礼制的。那么这个享殿为什么在明清的帝王陵很少见得到呢？它只是说名字不一样。在明朝早期的话，一直都是叫享殿，只是说到了嘉靖皇帝呢，他把享殿改了个名字，叫做灵恩殿。从而我们在明13陵看到的那个都是叫做灵恩殿，有这么一段历史。那清朝基本上帝陵是延续了明朝的一种规制，那从而呢就把灵恩殿叫做隆恩殿。看看这些都是龙头啊，它排水应该也是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小孔，这一块就没有排水，它排水的话主要是靠这些小龙。这座享殿呢也是被毁了，是在清朝咸丰时期被毁了。为什么被毁？大家猜得到吧？当时有个太平天国运动，这南京的很多建筑呢都被损坏了，像这些呢都是有600多年了。这个围栏上面的雕刻也是非常精美，都是镂空雕刻的。这里基本上是龙和凤的组合，因为这座陵墓呢主体就是龙凤、皇后和皇帝。那么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一些建筑的遗址，这些就是东西配殿。我们看清朝的帝王陵非常明显的，隆恩殿旁边的都有东西配殿。这里呢基本上就摆放那个祭祀用的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呢，那些大臣或者是皇家来祭祀，他要休息，也是临时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大的石头，那个是住处，估计是跟那个享殿同时期被毁了。上来了，可以看到有很多巨大无比的那个住处。那么这个享殿从这个规模可以看的话，大概是面阔9间，进深5间，9五至尊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在当时的话，建造不知道是不是用金丝楠木啊，这么大的建筑被毁掉了，是挺可惜的。南京当时很多建筑都是在清朝毁坏了，因为在明朝基本上不可能嘛。这明孝陵作为那个他们开国皇帝的陵墓保存得很好，在明朝那个时期，这附近的有守陵人，时时刻刻在这里关注着。这栋建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的，
当时的享殿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了。单看看这个住处，直径的话都有差不多1米啊，可以想象当年他们的建筑多么宏伟，柱子多么大。前方看到有一些建筑，那个是陵墙，那么这里过去呢，就是陵区最核心的地方，地宫和方城明楼都在那里。那这一道也算是一个分界线，前朝后秦的分界线。来明孝陵的人是真多，我是第一次看到来一个陵墓有这么多人，而且呢是女孩子占到70%、80%，全是来打卡拍照的。因为这个地方秋景是很漂亮，很漂亮。前方这个叫内封门，在明朝陵墓的意思说法是，入此门意味着从阳间走进阴间，因此也称之为阴阳门。从阴阳门过来之后，不远处就是明孝陵的宝城宝鼎、方城明楼。在那个时候，除了在这里面打扫的太监，其他人是不允许进来的，包括官兵、文武大臣都不行，除非是后面的皇帝批准的才能进来。比方说，里面有什么需要维护修缮的，才允许那些官员工匠进来，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行。平时大概就10余名太监在里面打扫。整个这个明孝陵是禁地，那么这一块范围内是禁地中的禁地。前方那个巨大无比的建筑就是方城明楼，这个也是明孝陵的首创，到了后面的帝王才根据它这个来建造。我们现在下面走的这一块是叫做升仙桥，当时朱元璋的棺椁就是从这里进去的。建造这座升仙桥，意思是说朱元璋可以在此地进入仙境。来方城的底下看一看，这些呢都是原版的，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白色的都流出来了，这些就是以前方城明楼的灰浆，然后经过600多年的日晒雨淋，全部流出来，进而结晶了。这些都是历史和时间的见证。这个方城大概有10几米高，非常庞大呀。从空中画面可以看到，这个方城明楼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大的。现在准备去明楼上面看看宝城宝鼎，人是非常多啊。它这里是一个隧道隧洞，这个也是明孝陵首创的。我们在其他陵墓可以看到也有隧道过去，不过呢这里比较特殊，是一个斜坡上去，其他地方是比较平缓的。这个隧洞呢有54个台阶，过了台阶到这里呢就是一个院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里有几个字，写的是此山明太祖之墓。这个不是明朝写的，也不是清朝的，是上个世纪写的。这里的明是沐月，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写错了，其实没有，在以前日月明、沐月明是一样的意思。大家看到这个墙壁上面有很多小孔，对不对？这些呢就是明孝陵的排水系统，它里面如果有水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洞口排出来的，这设计的也是非常巧妙。我们站在远处看，左边这一块就是宝城宝鼎，右边呢是方城明楼，中间呢这里是一个长方形。如果是清朝的帝陵的话，这中间这一块区域呢是像月亮，叫做哑巴院或者是月牙城。特别是我们刚才看到明太祖之墓那几个字那里，如果是清朝的帝陵的话，下面是一个琉璃隐蔽墙，下面呢就是金刚墙，相当于是墓道口一样。而明孝陵的墓道口不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再细说。现在继续往上走，看看这个宝城宝鼎能不能走上去。在明清的很多帝陵是可以走上去看的。这个宝城宝鼎以前应该是可以上去的，现在封闭了，不能上去，挺可惜的。因为这个宝城宝鼎呢，它的面积非常大，直径差不多400米，那是非常大了。可能明清很多帝陵的话，2、3个宝鼎都没有这个大。我们继续往上走，看看那个明楼。大家这样看，这个明楼是不是非常壮观、非常庞大？其实也是新修缮的，原本的也是同样被毁了，原因跟刚才我们说的差不多。方城上面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来到明孝陵，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就是方城明楼后面的宝城宝鼎，
下面的地宫到底埋葬了多少人，有没有被盗？现在呢，我们就来一一的揭示这些谜底。明孝陵是帝后合葬，但是不单单只埋葬了朱元璋和马皇后，因为朱元璋当时重新开启了殉葬制度，在朱元璋去世之后，他的很多嫔妃都殉葬了，也就是说，这个地宫里面埋葬了很多人。按照一些考证的话，殉葬的嫔妃有40多个，差不多是46个。那加上朱元璋和马皇后，将近50位。具体的数据肯定是不太清楚，但是通过这些笼统的，能够得出里面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关于朱元璋的这个地宫有没有被盗呢？专家经过考证，经过先进的仪器探索，地宫里面呢，差不多是有4000个平米。大家想一想，4000平米是什么概念？从而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说朱元璋的地宫打开，一定会震惊世界的。经过专家的考证，朱元璋的陵墓没有被盗啊。为什么没有被盗？不是说没有人想盗明孝陵，而是实力不允许，他盗不了明孝陵。这主要是跟这座地宫的设计有关。我们从远处看，在方城明楼后面就像是一座小山，它这座地宫呢就叫独龙腹，也可以称得上是阴山为陵。它这个地宫呢，开凿方向呢是东西走向，它墓道的设计方式就不一样。我们看清帝陵的它的墓道口就是在琉璃隐蔽墙，然后往前延伸，一般是在那个隧道里面，而朱元璋的墓道口呢却是不一样。清朝的帝陵的墓道口基本上是正南方向，我们去了很多清帝陵，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隧道中间呢有一个花纹，就像右边这里。就基本上能够确定它的墓道口，而明孝陵的它这个墓道口呢，是在东南方向，就是在这个隧道旁边的城墙里面，这个一般人是找不到的。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宝城宝顶上面有很多鹅卵石，如果说盗墓贼想从上面打盗洞的话，鹅卵石加上里面的沙子、一些泥土的话，很容易就下去。从而呢，盗墓贼就不可能打盗洞进去。如果你要进入地宫，就必须通过墓道口进去。还有一点呢，就是对明孝陵的保护。明朝就不用讲了，这里是禁地，外人呢进不来，随时都有军队把守。到了清朝，也是对明孝陵进行保护，也有军队镇守。那到了上个世纪民国时期，中山陵在这里，然后明孝陵又挨着中山陵，这个也是属于保护区域。那到了现在就更不用讲了，从而说明孝陵到现在600多年，它的地宫依然没有被盗。大家看看远处那里，如果不说那是宝城宝顶，一般人都认为就是一座山。那明孝陵到这里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整座陵墓呢，它确实开创了很多东西，奠定了明清两朝500多年帝陵的规模、形制等等。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